怎么，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？陈火娥，我不管你是谁假扮的，在这装神弄鬼。本格令建议你在我动手之前，先把解药给我，要不然我不介意再杀一次陈火娥。 任何人只要与本格令交过一次手，不管过去多久，我都能认得出来。陈火娥与我交手数次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努力隐藏自己的交手痕迹，都是徒劳。假的永远都是假的。 只可惜这解药只有一瓶，不知道沈大阁里敢不敢来拿？沈大阁里还真是为了百姓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 那些贱民的命，我可没兴趣拿。解药是真的，自然。你的目标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，还有什么花样，一块放出来吧。哼，那瓷瓶上的毒，就够你好好享用一阵了。 此毒会随着血液在你周身游走，将毒带遍全身，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僵硬无比，最终你会变成一棵会呼吸的树。沈大阁里还真是难缠，就这么安安静静的死在这里，不好吗？火娥门的总舵主，你真正的头目是朝堂上那位吧？你们假借陈火娥的身份到处装神弄鬼，不停换身份扩张势力。 不仅仅为的是在瀛州建立一个火娥门，而是觊觎整个大仓。沈大阁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我此次的任务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举歼灭你沈渡一行人。 如今你已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不知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大哥领，沈渡，那我就自己选一个了。沈渡，沈渡，大哥领，大哥领，沈渡，沈渡，沈渡，
大哥岭恐是中了奇毒。可有解？小的医术有限，看不出是何毒。看不出是何毒。城中百姓服了大哥岭带回来的解药以后都有所好转，可偏偏大哥岭他这帮害人精，没事就发明些莫名其妙的毒药来害人，我非断了他们的老巢不可。救人要紧。可广春堂和莫府我都已经翻遍了，都没有找到有关毒药的东西。我只是把火门去过的地方全部掀开来看了。陈火阴险狡诈，自然是不会把毒的解法放在明处。大哥岭好了。针灸风血，只是暂缓之计。我现在也想不出来别的法子来减缓他躯体僵化的速度。如果再找不到解药的话，恐怕他……沈度中的毒，不是中原的毒。我译过西域之书，发现火峨门的戏法与金乌部落传说中的圣门秘术极其相仿。那我们这就去求医问药。不可。多年前，金乌部落突然断了和大仓的来往，对大仓的人表现得极为抗拒，贸然前去，不但救不了他，可能还会把我们困在那儿。那怎么办？要是没记错，我们之中只有我最了解西域。我前去取解药便是。我也去。你得在这儿守着。沈度拿自己的性命守护了瀛州的百姓，你也该守护好他，更应该替他照顾好沈夫人。好在这里离金乌部落并不远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们什么都别做。多谢潘郎君，大恩大德，来日再报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等我回来。上客，我身上有好东西，你瞧一瞧。什么人？跟你说有好东西，让你瞧上一眼。大苍人果然狡猾。
凉了，你喝一口呀。您上次不是跟我说，你肩膀扭伤了，不能自己喝，就要喝我给你喂的吗？一起来喝一口好不好？就一口。沈都，你起来呀！你起来看看我呀，沈都，我想你了。我想你了。连苍生雪变化，共度吧。夫人这几日还是未曾进食，他就一直守在床前，每一个时辰失针一次，谁说什么都不肯休息，也不让别人靠近。再这样下去，没准夫人先倒下了。那你说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算日子，如果叛狼军顺利的话，也该从金屋回来了。就怕你家大哥领的解药还没到，姐姐先倒下了。夫人，您歇息下吧，或者您吃点东西也行啊。要是大格林醒来发现您累倒了，一定会很难过的。他没醒过来之前，我是不会倒下的。叛狼军回来了。我怕我再不回来，你就坚持不住了。可要找到解药。这位是素光，金乌部落的圣女。我是叫你悄悄把人给请过来，是请，不是给扛过来，怎么回事？他非常狡猾，我根本就请不来。行行行，去吧去吧去吧。你醒了？是你？
是藤缠树。圣女可了解此毒？此毒是以木渡蛾的幼虫为主，毒芥木、百日草、西域乌头等带毒的植株为辅。没想到这种小蛾竟能研制出如此烈毒。但此毒是只有我族圣女才知晓的制毒秘法，从不外传啊。既不外传，那为何火蛾门的主上会有这隐世的毒药？难道此事有隐情？我长话短说吧，因此毒太过于阴毒，早被我族禁用。但多年以前，我族的一位圣女失踪了，此后再无音信了。这么说来，这位圣女可能跟火蛾门有联系，将此毒传授。不会的，圣女戴斯一定不会与邪教勾结。你是圣女，一定会有救人的解药，对不对？来之前，我听潘池讲了个大致，我又翻阅书籍，特调制此药，但愿能有效果吧。今日解药之恩，感激不尽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答应随你来一趟，但此药得另算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这潘良君可以啊，风流债都迁到西域去了。你醒了？怎么样了？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睡了这么久，都有点想你了。你要是再敢这么欺负我的话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下次不会了。大哥林醒了。你这小屁孩，不该看的东西不能看。你再叫我小孩，我可生气了。不服？咱俩决斗。小孩儿，苍天保佑，化险为夷！苍天保佑，化险为夷！苍天保佑，化险为夷！哎，你这小孩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告诉你不该看的东西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芷都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！看来你还是用真心了。
你昏睡数日，不宜饮过多茶饮。把手给我。嗯。脉象平稳，看来毒已解得差不多了。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言，是要用膳还是要沐浴更衣？别动。可有不适？瀛州的事，我让景林盯着呢。城中有孙谭带着1良人维持秩序，这件事很快会结束的。那虎儿门的余孽呢？我让景林封锁了我毒已经解的消息。他们真的会信吗？要的就是他们不敢确信。打探的消息如何了？回主上，现在城里都在传那位京城来的白无常快死了，而他夫人竟还没等夫君咽气，就跟那位神探潘池勾搭在了一起。听说沈都的夫人与潘池是旧相识，本就不清不楚。黄蜂尾上针，最毒妇人心。营地虽然被官兵捣毁，可只要沈都一死，势必会乱作一团，到时候整个瀛州城便是主上的囊中之物了。以防有诈，再探。是。是丹砂。这是那日打斗时，陈火身上掉下来的。我让景林再次搜索了广春堂，果然在角落里找到了遗落的细碎丹砂。丹砂常被炼丹所用，产量极少，故而十分珍贵，1斗10斤也不为过。火儿门怎么会有？若是让人少量长期服用，也就是会提前防腐，所以死后尸体才能长时间不腐。原来火儿门一早就准备了给教徒这死而复生的技法。丹砂的开采严格掌控在朝廷手里，火儿门却能轻易的大量拥有。看来他们早就渗入了大仓的矿业，野心之大，远超想象。你的意思是，难不成这火儿门的幕后之人是想要？哭什么？哭不出来。等你们很久了。
你的迷魂香也该换换花样了。你果真还活着？你真当本格令是纸糊的？你不是生火鹅。你的真面目就这么不能示人吗？你真的看透了吗，沈度？沈度，大哥领，让他逃了。看好他们，我要活口。是。竟会有令物品如此快速燃尽的方法。事发突然，当时烟雾太大，我只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。你在想什么？你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圣女戴斯吗？传闻中，她曾经研发过一种助燃术。不要说这面墙了，即便是这整个院子，都能在片刻之内被燃烧殆尽。大哥领，找到了当年梁层大火的一名目击者。据他所说，当时在周围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味道，而且那场大火看上去十分诡异，竟不时地冒出紫光。青乌助人术，若用此术烧粮仓，的确无需半日。如此说来，金乌部落的戴斯圣女，看来是与火鹅门脱不了干系。什么意思？素光圣女来此是何目的？我大仓虽然与金乌部落鲜有往来，但也知道圣女失踪，乃是大事。如此平静，怕不是早有预谋吧？我并非是有意隐瞒。圣女戴斯与一大仓男子私奔，从此以后下落不明。族长本想着息事宁人，不想这些年竟多次出现仅本族圣女知晓的幻术技法和方剂。我想着必须要尽快查明真相，以免圣门遭无妄之灾。大仓男子，景林。大哥领，派人快马回京呈报。瀛州危机已解。是。在外面转了这么久，总算是进来了。还真是不客气。
有一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的话，那就别讲。我劝你早日兑现约定，与严姓和离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同我说话？一个装扮成女子的处旧好友吗？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堂堂大阁里，还真是有底气啊。有些话说出口还是小心为好啊。每天在刀尖上的白无常，你该如何给严姓幸福呢？本阁令夫人的安危，好像不劳烦潘郎君费心吧。只要有我沈都在一日，没人伤得了严姓。这大阁领还真是嚣张跋扈啊，也真不知道严姓看上你什么了。好啊，今日既然你已经说了，那就请你说到做到，不然的话，要不然如何？不然的话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会回来把他带走。我们夫妻之间的情感，你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今日我便把话放在这儿，你等不到那一天。最好。是要跟圣女走了吗？你不是也对那个戴斯圣女的去向很感兴趣吗？圣女身份尊贵，可得护卫好了。唉，多好一杯子，就这么打烂了。可惜了，鲁莽啊！多亏你冒死，从陈虎娥手中护下解药，城里众多的百姓服下之后，很快就都恢复了。看着百姓恢复，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我就觉得呀，就算办案再辛苦，都值得。大哥领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哥领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谢谢你救了整个瀛州城的百姓。您是个好官，这些是我们一点心意，你别嫌弃，你收下，你别嫌弃。大哥领，谢谢大哥领的救命之恩，谢谢，这是一点心意。大哥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呀！谢谢大哥领，谢谢大哥领的救命之恩。大哥领可真是个好官啊，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呀！对，谢谢大哥领，谢谢大哥领。你们真的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大哥领应该做的。不用不用，您别这么说，别嫌弃，别嫌弃就好，别嫌弃啊！谢谢大哥领，谢谢大哥领。大哥领真是好官啊！啊，还笑？帮我拿着点儿。哎，这可都是他们给你的，这满满的心意，当然要大哥领自己拿着啦。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跟潘赤打交道，免得学了他一身反骨，巧言利口。他走之前都没有来打招呼，看来是去招惹了你。戴斯圣女和火娥门是何关系？事关重大。我倒觉得，他此行定另有目的。那反倒好啊！要是再敢觊觎别人家的夫人，当心我打断他的腿。夫人害羞了，太不是人了。
不准再戏弄你。现在暖和多了。会在瀛州拿下神都。瀛州的火峨门全没有了。是。废物，不可留！伤得不轻，看来是要养些时日了。瀛州的那些半面鬼，可都有处理好？已经事先种下了毒，绝无活口。很好，那莫千之留给沈都的东西呢？这就是沈都要找的东西。这个莫千之盯着瀛州那么久，想必是掌握了不少朝中人的把柄。师级，怎么会？一定是那个时候被沈都调了包。你被沈都给耍了。我。沈都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接下来要如何破局。没想到，张相党羽这么多年，一直通过甘南道同西城国走私往来获取暴利。燕王殿下竟然也以资助为名，收买边陲将士人心。师兄默默掌握了朝中两股势力的把柄，却未曾上报，想来是不相信朝廷。陈火应该是知晓一二，所以想借我的手找到这本册子。那你要如何处理这个？我想，大哥领，大哥领不好了！何事慌乱？抓到的几个半面鬼还没问出什么，就都暴毙了。禀大哥领，这些人应是中毒身亡。他们被抓进来的时候，我仔细的搜过身，就连嘴巴里的牙齿都一一检查过，
绝不可能有让他们服毒的机会。这针眼怎么会？是有什么发现？景灵说的没错，这些人被抓进来之前，应该是中了某种慢性毒药。仵作可否查出是何种毒药？可以，不过需要一些时日。查明之后立刻上报。是，大哥领。是时候回香安了。你在看什么？这一路上，我们沿途经过了不少地方，这些是我与当地百姓闲聊的记录。是有什么不同的发现吗？从这些人的回忆中，确实是发现了一点蹊跷。沈府旧案发生的前一年，大仓遭遇了水患，不少百姓因为粮食短缺而过得极度困难。可在甘南道这里，百姓的记忆中，也有一些地区受了水灾的影响。按理来说，应该余粮不足才对，可当地的粮价非但没涨，反而降了不少。这些凭空出现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？你的意思是说，的确有一种可能，有人暗中取走了粮仓中的官粮。有刺客！六娘，走，撤！不必恋战，我们进攻。沈大人果然忧国如家，这刚入皇城就来宫中禀报，难怪我母后会如此器重于你。英王殿下过誉了，臣不过是尽己所能，但求不负太皇太后的信任。你若当真有此意念，最好，也不枉我母后对你一番思量，望你扶摇而上。殿下此言何意？
罢了。今夜已深，家安也累了吧？沈度，回头来我府上再续吧。太皇太后，您喝茶。太皇太后，他们来了。给太皇太后请安。太皇太后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沈爱卿啊，你派人送来的奏折，哀家已经看过了。莫千之已死，叛军已剿，半面鬼也被歼灭了。瀛州一事办得不错啊，在办案中还遇到过什么难处啊？托太皇太后洪福，一切顺利。哀家得赏些什么给爱卿呢？这沈度本就是大内阁领，统领各级官员，已是一品大员了。那这官岂不是无甚可升了？你这张嘴，皆是哀家宠你，信口开河。幸好沈爱卿不是外人，否则会让人觉得哀家想借你的嘴敲打沈爱卿不成。太皇太后恕罪，宝环知错了。沈爱卿啊，你作何想啊？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尽管跟哀家说，我定会答应的。这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，无需赏赐。此次瀛州之行，若不是有夫人在侧，恐怕也不会如此顺利。若要赏赐，都官令史严信当赏。哦呦，原来是要为自家夫人讨赏呢啊！看来这瀛州之行，你们夫妻感情精进，哀家可是做了件好事啊！啊！太皇太后英明。起来吧。沈爱卿实乃肱骨之臣，功成不居呀。好，这赏赐的事儿就依了你，给阁领夫人了。杨爱卿凭瀛州之乱有功，擢升刑部辖下都官主事，从6品。谢太皇太后。严爱卿啊，你还有什么特殊想要的赏赐啊？回太皇太后，微臣并无其他想要的赏赐。哎呦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机会难得的。微臣所言句句属实，微臣不想要赏赐，唯愿天下清明太平。好，严爱卿身为女子，心系天下，我们大仓真是需要严爱卿这样的官员。听说你们在瀛州时遭遇劫难，差点丧命，着御医去府上调理。是。怎么了？才得了赏赐，为何闷闷不乐的？都官严主事，我这才刚咂摸过味儿来。瀛州之行姿势体大，太皇太后不赏不好看，可又并不想赏你。那个张宝环定是看懂了太皇太后的心思，与徐内司唱起了双簧，故意说什么封无可封，就是不想你邀功。若不是你精明求全，将此事接了过去，还真保不齐会怎样。莫大人留给你那本册子，
你要如何处理？那本册子牵连甚广，但日后找机会呈上吧。狐狸都经不过你，你连夜进宫求见太皇太后，却又不提册子的事，就是为了虚晃一招，好让有些人心生忌惮。恐怕他们今晚都睡不安稳喽。哎呀，知我者，夫人也。所以，我这是躺着捡了个风赏。英王殿下说你忠于职守，但你也不用半夜都忠于职守不回家吧？有个地方，我得让夫人知道。这是我要让夫人知道的事。当年沈家遇难，我娘身染重病，自知命不久矣，便让我写了自白书。我不会写，我也不能写。父亲宁愿用死来证明清白，我宁愿同父亲一样以死明志。可要是连你都死了，那这冤案可就真的结了。沈家上上下下这么多枉死的人，还有你爹，他们的冤屈，他们一直想要的真相，可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了。还劝解我，说忍一时入世，方才有机会还沈家一世清白。从那日起，我此生我要为恨而活了。我身上背负着太多沈家人的不甘，寻找当年的真相，成了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。世人或许都已经忘记了，或者说是无人在意，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每时每刻都不敢忘。为沈家殉难的每一个无辜的人，不是只有你，还有我。我记得，我从未忘记过沈伯伯。沈府出事，人们说沈伯伯叛国通敌。
我不信。他是我见过最正直、最无私的人，绝不可能做出伤国伤民之事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便立志做女官，进刑部，只求有朝一日能自己找出真相。世人都叫我白无常，所以我也就认定了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，独自行走在这人间炼狱。真的没想到，怎么会有人跟我一样傻？明明是暖的，活生生的，怎么会是孤魂野鬼？这个心可是带着那么多人的期待活着的。从今往后，你不会再是一个人。我一定会努力帮你找出真相，还神父清白。我梦里是个镜中花，不是虚幻的浮华。何惧前途飞沙，追时光策白马，共赴吧。爱纯净本不暇，任苍穹雪变化，共度吧。哎，过去牵马去。大哥领，夫人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让你们担心了。夫人莫急，我才没有着急呢。人家的列祖列宗在天有灵，大格林现在悟了，悟了。时辰不早了，夫人早点休息。好。去哪儿？睡觉。魏夫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沈都，
是你说过的，以后我不会再是一个人。既然有胆子闯进来，以后可就逃不出去。我言令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张侍郎到。太皇太后叫我来颁赏，赏刑部辖下都官主事严姓，绸缎1匹，黄金1两，以显其功，广布恩泽。谢太皇太后赏赐。太皇太后还有一旨，太皇太后有旨，今大内阁领审度，平定叛乱，和谐众邦，功勋卓越，考归万象。有皇女嘉安，柔家居会，婉意有仪，行端仪雅，礼教克贤。今及方年，待字金规，2人良缘天作，今下旨赐婚，望敬尽与国，同心同德。大哥领，这是太皇太后的旨意，非是旁人的意志可以左右。好歹先把这纸接了再说。张侍郎也看到了，沈某无意与嘉安郡主联姻，沈某的夫人也不愿意沈某另娶，还望回禀太皇太后。你可知太皇太后为何让我来宣读这旨意？此等宣赏的事，应当是由太史局的人来做，何须用到我呢？为何？你不懂，大阁领还不懂吗？还请说个明白，莫要与我打哑谜。看在韩世元如今入赘你们严家的份上，我且透露给你，免得以后让世元知道了，无端埋怨我。你想啊，嘉安郡主是英王殿下最疼爱的女儿，而英王殿下又是太皇太后最疼爱的公主。
英王殿下的性情又与太皇太后最为相似，所以获得了最多的宠爱，甚至压过贤王一头。此等状况下，却将嘉安郡主赐予大阁岭为平妻，为何意？大阁岭权势通天，功勋卓越，更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荣华，可以举目四望。可大阁岭形单影只，背后没有任何的依靠，他更是娶了你这个从六品的小吏为妻。嘉安郡主她即便要嫁，也应当在皇亲国戚当中随意挑选，何须嫁于沈度？你爹可说了，如今沈家只余沈度一人，与沈家有关联的也只余莫千之和那管家。莫千之也已死，那沈度在朝廷里面就真的是最无依无靠的一个人，又兼监察百官之职，但凡出一点差错，那死也容易得很。所以舍不得孩子套不到老，沈度便是那只狼。张氏，太皇太后如何吩咐，我都能干。但赐婚就不必了。沈梦怡娶妻，今生不会再娶了。张侍郎，沈某现在随你回宫退婚。沈度，阁龄，沈度。你这是想抗旨不遵呐！太皇太后，臣与夫人感情甚笃，何况臣执掌内阁，监察百官多有怨言，实非富贵美差，更不愿嘉安郡主下嫁受苦。哼，若非哀家撮合，嘉安郡主岂是你能够攀？嘉安郡主身份高贵，臣自知不配，更不敢觊觎，还请太皇太后收回成命。你大胆！臣为官数载，从未替自己惦念过什么，唯独今日，恳请太皇太后收回成命，臣必定结草衔环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沈阁里一向忠心耿耿，其心可见，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臣知道，太皇太后是苦心为臣铺路，臣朗朗真心立于世，一心为太皇太后分忧。若还需要嘉安郡主下嫁才得以保全，那便是太皇太后信不过臣的能力。太皇太后，你又有什么事？明堂出事了。什么？臣派去的人曾查过多次，都未发现问题，而这一次，是他们过于贪婪而露出了破绽，刚好被察觉。再倒回去查时，才发现问题所在。有人分裂了阴阳账本。阴阳账本，何为阴，何为阳？所谓阴阳，便是明面上一本账册，用的是龙门记账法，而背地里还有另一本账册，用的却是四角记账法。
继续。明面上的这本《龙门记账法》记载的账册，做账的人手法巧妙，从账本上看，的确不出任何差错，故而从明唐初建至如今，审查的户部要员查不出任何问题。而刚刚发现的另一本账册，则用了4角记账法，所以打眼一看，察觉不出与明唐账册有任何相关。差了多少？真是借了狗胆了，居然能贪墨2000多万两白银呐！参与重建的官员，无有不涉及，除却张宝环，张大人。宝环对此账目并不擅长，也无此胆量。但是，这明堂之事是交付于他统筹的，他便有监察不力之罪。让他走，去往别院精心静养吧。是。至于其他人，这些官员位列朝中各个党派。各个党派，还有我周氏一族。微臣亦说，还望太皇太后恕罪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我只当朝中官员虽各怀心思，但都心系天下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毒瘤起于微末呀，如今是暗影浮动，人心难测。太皇太后一心为国，而朝中大臣却个个别有心思，尤其是瀛州刺史莫千之一事后，甘南道尚未有人接任，我看他们都有些等不及了。是时候敲打一番了。太皇太后，沈都的内卫府鲜少与他人走动，办事也尽心尽力，会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只是，若他与嘉安郡主结亲，那恐怕往后做事就多有掣肘了。你想帮他，也得看看他够不够聪明。明堂一事，先不要声张，暗查。是。御察司、内卫府分别传我的指令。你倒真是什么都不怕。原本以为难免一顿皮肉之苦，没想到比想象中顺利些。你是说，退婚之事就这么过去了？未必，太皇太后这口恶气还没有出呢。
但赐婚一事来得蹊跷，恐怕与那本册子有关。想必是英王殿下怕我将他资助瀛州兵一事呈上，所以才让太皇太后赐婚，想要将我绊住。但可惜，太皇太后无暇顾及此事。是明堂那边出了大事，你早就知道此事。神都，难道说徐内司刚好上报此事，并非碰巧？人们不知道，明堂对于太皇太后来说另有深意。它是见证了太皇太后与先帝的情谊之所。明堂大火之后，太皇太后对于重建之事极为上心，不仅派去了自己极为信任的张宝环坐镇，还下旨修缮经费，上不封顶。上不封顶？经费无上限，不代表底下蛀虫可以中饱私囊。那涉及了多少啊？恐怕可以撼动整个朝堂。他们算是彻底激怒了太皇太后。